如果你最近刷到过这类副业项目，先别急着交钱。他会跟你说零基础也能做，每天1-2个小时就行，别人已经跑通了，你照着流程走就可以，有人带，有模板，有案例，投入不大，回报还很稳。这些话最容易让人心动，因为它听起来不像骗局，它不像那种很夸张的一夜暴富，它更像是在跟你说你不用那么焦虑，这里有一条普通人也能走的路。所以很多人相信它，不是因为贪，而是因为真的想多一份收入，多一点安全感，多一条退路。你看到别人晒副业收入，晒加盟回本，晒店铺流水，晒学员成交截图，很自然就会想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试一下？这个念头很正常，但问题是，越是在你缺安全感的时候，你越容易把别人的成功当成自己的确定性。别人跑通不代表你能跑通，别人赚到不代表你进去以后还能赚到，别人说稳定也不代表风险没有，很多时候只是风险没有被放到你面前。所以这一期我们不点名任何平台，也不判断某一个具体项目，更不是投资建议，我们只聊3种普通人最该小心的机会。他们不一定每一个都是骗局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一直让你看见收益，却不让你看清成本。先问一个问题，判断这类机会之前，先记住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如果这件事真的又简单又稳又赚钱，为什么会轮到一个普通陌生人？这不是叫你怀疑一切，而是任何真正的生意都不可能只有好处没有难点。如果他真的赚钱，难点一定在某个地方，可能在找客户，可能在交付，可能在资金周转，可能在平台规则，也可能在失败率很高，只是没有人拿失败者出来讲。真正值得看的机会会告诉你难在哪里，危险的机会通常只让你看结果。你看到某个人赚了钱，某个店回了本，某个账号出了单，但你看不到的是有多少人交了课程费、加盟费、设备费、流量费，最后只是安静的退出了。所以只要一个机会同时强调低门槛和高回报，就要先停一下。收益越确定，门槛通常越高，门槛越低，收益通常越不确定。如果有人把这2件事同时说得很漂亮，那你真正要问的不是我能不能赚，而是风险到底被放到哪里去了。第一种，只讲低门槛不讲失败率。第一种要小心的是只讲低门槛高回报却不讲失败率的机会。比如很多副业项目都会这样说，不用资源，不用经验，普通人也能做，每天2个小时跟着流程走，就有机会做出一份副业收入。这些话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他把开始说得很容易，而普通人最怕的刚好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始。所以你会觉得只要加入社群，买下方法，跟着老师走，至少就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摸索了。但真正该看的不是那几个成功案例，真正该看的是没做起来的人在哪里。100个人里到底有几个人赚到钱？没赚到的人是不努力，还是这个模式本来就不适合大多数普通人？如果学完以后没有客户，谁负责？如果平台规则变了，谁承担？如果30天没有收入，你已经花掉了哪些钱、哪些时间、哪些精力？这些问题比成功截图重要的多，因为低门槛不等于低成本。门槛可以很低，低到你今天付款，明天就能开始，但成本会换一种方式出现，它可能是时间，可能是流量，可能是试错，也可能是情绪，但成本会换一种方式出现。每天看着别人出单，自己没有动静，最后你会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太差。很多所谓低门槛机会卖给你的不是一个成熟生意，而是一套成功叙事。所以遇到这类机会，先问2个问题，他有没有讲失败率？他赚钱到底是靠真正的客户付费，还是靠新人不断加入？如果只讲别人赚到了，却不讲大多数人为什么没赚到，那就要小心。第二种，只讲可复制，不讲前置条件。第二种要小心的是只讲模式可复制，却不讲前置条件的机会。这类话术也很常见，他会说这个模式已经验证过了，有完整 SOP， 有供应链，有培训，也有成功案例，你不用懂行业，照着做就行。听起来很稳，因为它让你觉得别人已经把路走出来了，你只要走第2遍。但问题是流程可以复制，条件很难复制。别人开店赚钱可能不是因为那套模型多神奇，可能是因为他的位置好，本地有人脉，租金低，有老客户，入局也早。你看到的是他开了这家店所以赚钱，但你没看到的是他为什么能拿到这个位置，这个价格，这个客流，这个供应链。同样，别人做账号矩阵能跑起来，也不代表你照着做就能跑起来。他可能有内容经验，有投放预算，有团队剪辑，也可能刚好踩在平台红利期。你复制了他的动作，但你复制不了他的时间点、资源、经验和试错成本。所以遇到这类机会，不要只问有没有 SOP， 你要问这个成功案例跟我的城市、资金、时间、资源像不像？这个模型最难的地方是找客户，是交付，是复购，还是现金流？对方赚钱是靠我后续真的经营成功，
还是靠我先交加盟费、设备费、服务费？很多普通人进去的时候，以为自己买的是一套成熟模式，进去以后才发现，真正最难的部分还是要自己承担，自己找客户，自己扛现金流，自己处理投诉，自己面对淡季，自己承担库存和房租。所以记住一句话，可以复制流程，不代表可以复制生意，动作可以教，结果不能保证。第三种，只讲保底，不讲钱从哪里来。第三种要特别小心的是只讲保底收益，却不讲钱从哪里来的机会。这类话术通常更安静，也更容易让人放下防备。他不一定说让你暴富，他会说固定收益、保底分红、托管运营，你不用管，每个月等收益就好，有合同，有保障，本金安全，名额有限。这类东西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让你觉得自己不用懂运营，不用懂客户，不用懂流量，有人帮你管，你只要投进去等着收钱。但越是让你不用懂，你越要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，钱到底从哪里来？所有收益最后都要有来源，可能来自真实客户付费，可能来自商品利润，可能来自资产租赁，也可能只是来自后面加入的人。如果一个机会讲不清楚收益来源，只是不断告诉你模式成熟，有人负责，合同保障，以前都正常返款，那就要非常谨慎。因为合同不能凭空创造现金流，承诺不能替代真实收入，截图也不能证明未来可持续。这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，控制权在谁手里？你的钱投进去以后，账号、店铺、设备、资产到底谁能操作？如果对方停止返款，你能拿回什么？如果项目出问题，你能不能自己核验真实收入？很多保底听起来像安全感，但如果保底背后没有真实现金流支撑，它就只是文字。越是让你不用懂，只等收益的机会，越要先弄懂钱从哪里来，因为你不懂，也就意味着你没有判断风险的能力。3句话把机会看清楚。所以这一期不是要你远离所有副业，也不是说加盟、代理、做账号、做服务都不能碰，普通人当然可以试机会，但第一步不是相信，而是验证。下次你再遇到一个看起来很稳的副业，加盟、托管、分红、代理、再运营项目，先问3句话。第一，钱从哪里来？不要先看收益截图，先看价值链。谁是真正付钱的人？他为什么付钱？这笔钱是客户付的，还是后来者付的？第二，成本由谁承担？前期投入谁出？流量成本谁承担？失败库存谁承担？客诉和售后谁承担？收益不达预期时谁承担损失？第三，失败样本在哪里？没做起来的人多不多？他们为什么失败？对方愿不愿意讲失败案例？你更像成功样本，还是更像失败样本？这展示成功案例的机会，等于只让你看幸存者。你看完会觉得这条路很宽，但你没有看到路边退出的人。真正要避开的是风险转移。普通人最该避开的不是所有赚钱机会，而是那些把低门槛、高回报、可复制、保底收益放在最前面，却不愿意解释成本、失败率、前置条件和风险由谁承担的机会。真正的机会通常没有那么好听，他会告诉你这件事很辛苦，这里有失败率，这里需要获客、交付、现金流，也需要你承担一些不确定性。但也正因为他把难处讲清楚，你才有判断的可能。相反，凡是把难的部分藏起来，把成功做成样板，把成本交给你承担的，都不是稳赚机会，那更像是一种风险转移。所以以后再看到普通人也能做，低门槛高回报，不用管等收益，这几句话你可以先不要急着否定，也不要急着相信。你真正要做的是把判断权拿回来，不要只看他给你展示了多少收益，也要看他有没有把风险讲完整。很多看起来很稳的机会，只要你多问几句，它就会露出真正的样子。如果你也看过某种看起来稳赚的副业，加盟、托管或分红项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一句，他最打动你的那句话是什么？是低门槛，是可复制，是保底收益，还是别人已经赚到钱？ OK， 这里是商业暗线，我们下期见。